自从上一期影片出来后，我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和订阅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再次衷心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开始之前，如果在荧幕前的你还没有按订阅，麻烦订阅支持一下，可以带给我更多的动力。这期影片我们先介绍哪些瞄具比较好用，然后是介绍配件的选择，最后继续枪械评测，更新3种类型的枪支强度与排名，还会附上每一把枪支的配件搭配。武器瞄具，每一把武器都自带不同种类的瞄具，短距离混合瞄具、短距离网络瞄准镜、短距、中距混合瞄准镜等等。我自己刚开始玩2042的时候，也是被这些名字搞混乱，不知道应该选什么好。而且有些瞄具设计让人感觉到迷惑，就是中远距离瞄具没有数字距离标示，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计算。但是你以为有数字标示就没有问题了吗？Danger! 320! 400多公尺的距离，我按照他给出的4这个点去射，但完全是射不准的。可是我用2这个点，居然一枪就中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混合式幽灵这个瞄具，不仅数字标示细小，而且还要堆叠在一起。我想设计师应该是怕我近视眼不够深，专门设计成这个样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会推荐适合新手使用的瞄具，让各位在对枪的时候呢会舒服一点。先说短距离瞄具，短距离瞄具暂时有3个是比较好用的：XDR 幻影、融合幻影、UXE 智慧。虽然 XDR 幻影跟融合幻影都是红点瞄具，但外框上还是有大小的区别。XDR 幻影外框会比融合幻影大一点，就看你们自己喜欢大外框还是小的外框。而 UXE 智慧则是适合新手用来换算距离用的，因为 UXE 智慧右下角是有显示你瞄准时的距离，多留意距离的显示，很快你就能轻松的掌控距离感。至于中远距离的瞄具，个人推荐 Bravo 和混合式 Mao。Bravo 和 Mao 都是有准确的数字标示，每一个数字就等于相应的距离，并不会出错。比较不一样的点在于，Mao 是要按下 F 键才能切换到3倍模式，所以自己使用 Mao 的时候呢，要记得按下 F 键。各位把以上几个瞄具带在身上之后，就足以应付短、中、远距离的敌人。其他瞄具我倒是觉得一般，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其他瞄具，看看哪一个是比较适合自己。接着是配件的选择，我们先说武器枪管，枪管分别有3个种类。第一个种类，消音枪管，顾名思义，用于减少开火时枪口产生的火焰和减少声音，但代价就是把伤害减低5点。至于开火时没有迷你地图锁敌这一点，我自己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讨论一下的。我个人觉得消音枪管是没有必要装，因为在128人战场上，还是会有人用探射球，没有迷你地图锁敌这一点，基本上就是废了。而且就算拿来偷袭，除非别人是单走，再加上他附近是没有队友的，不然偷袭效益也不大。因为枪声并不会压到很小，我自己戴耳机基本上都能听到咻咻咻的消音枪声，敌方肯定也会听得到，所以消音枪管我觉得是可以直接 pass 的。
第二个种类，加长枪管和短板枪管。加长枪管是加3点准度和5点射程，但是会减5点的操控性；而短板枪管是加5点操控性，但是会减7点的准度和射程。如果要是只有这些属性的改变，毫无疑问是使用加长枪管比较好。可是加长枪管的射速会比短板枪管的射速慢，所以你们是想要属性好、射速慢的加长枪管，还是属性差、射速快的短板枪管呢？这就比较看你们的个人选择了。第三个种类，垂直后坐力的控制和水平后坐力控制的枪管，我就不多介绍了，需要你们自己去根据不同的枪械测试，然后进行搭配。我个人比较偏向使用第三个种类的枪管，比起属性和射速，我个人是觉得枪支射击稳定性会比较重要一点。只要后坐力不大，那就可以最大的发挥出枪支本身的一些优点。然后是下挂式配件的选择，下挂式配件分别有5个种类。第一个种类，脚架。当你在趴下或者站在能够架起脚架的掩体时，开枪扫射是可以减少大部分的后坐力。对于我这种喜欢压枪的玩家来说，是毫无后坐力的。这比较适合狙击手和轻机枪使用，特别是那些喜欢趴在点内射击的玩家，需要自己看情况去搭配。第二个种类，万能钥匙。万能钥匙就是一个小型的散弹枪，10公尺以内可以2枪喷死一个人。但是为什么没人用呢？因为它的射速真的太慢了，往往第二发还没射出去的时候呢，就容易被人反手打死。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可以直接 pass。第三个种类，镭射和手电筒。手电筒是有致盲效果，Our forces are hitting Alpha 2. 但是真的有用吗？就算有，我猜测只有5公尺内有效果，所以手电筒直接 pass。而镭射是可以加腰射的精准度，那么它就非常适合冲锋枪使用。本来冲锋枪就是子弹散布小和腰射准的，两个搭配在一起，基本上就是冲锋骑连用的。只是每次复活都要按一下 X 开启，个人觉得在操作上是有一点小小的麻烦。第四个种类，40mm 榴弹。破片弹、燃烧弹、烟雾弹等等，每一把突击步枪和 LCMG 都有不同的榴弹，只要是用在 SFAR 才会搭配的，因为 SFAR 只有40mm 榴弹的下挂式配件，其余大部分时间突击步枪和 LCMG 都会带一个40mm 的烟雾弹，进攻时专用的配件。第五个种类，静止和移动时的握把。静止握把就是在人物不动的状态下增加精准度，移动握把就是在人物移动的状态下增加精准度。所以这就比较看自己的个人习惯。如果你是喜欢站着对枪，那就选择静止握把；如果你喜欢左右对枪，那就选择移动握把。我个人选择是同时带静止和移动握把的，然后再按战场上的情况更换。之后剩下的一个空位，突击步枪会带40mm 的烟雾弹，轻机枪带脚架，冲锋枪带镭射。最后是枪械的评测，这一次0.3.1版本，大部分枪械的后坐力都减少了，导致直接产生了几把激光枪。开始介绍之前，我先说这个版本的 SVK 可以说是直接掉落了神坛。在之前的版本里面，SVK 连续开2枪，准星在第一枪之后会飘走，那只是动画而已，实质上并没有飘走，
你快速开2枪，第2枪还是打在同一个点上。可是这个版本 DICE 终于把它改好了，SVK 连续开枪的惩罚变大，准星直接飘上天，难怪现在没有什么人在用 SVK 了。冲锋枪得益于这一次版本的改动，所有冲锋枪的腰射精准度提高。MP9 和 K30这2把枪收益是最明显的，因为它们的射速分别是900和1200。冲锋枪起脸的压制力非常恐怖，拥有瞬间融化敌人的能力。前提是你拉枪必须要快速和准确，不管你开镜或者腰射，只要拉枪慢了一点，就会浪费至少10发以上的子弹，这也是射速快带来的缺点。所以各位在使用这2把枪的时候，确保自己准心能够跟上敌人，不然的话就几发几发的射出去，这样套枪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减少。MP9 的枪管推荐使用垂直后坐力枪管，下挂式配件使用移动握把或者雷射，弹药使用近战加长型，操控性会比近距离战斗弹鼓高5点。而 K30 的枪管，因为 K30 开镜扫射会有左右晃动的情况，开镜瞄准的玩家推荐使用水平后坐力枪管，只腰射的玩家可以使用垂直后坐力枪管。下挂式配件使用移动握把或者雷射，弹药使用制式加长弹匣。之后是 PBX， 这把枪只有一个优点，跟 MP9 一样，50公尺内开镜瞄准晃动非常小。除此之外，我是真的找不出什么优点。枪管推荐使用加长型枪管或者垂直后坐力枪管，下挂式配件使用移动握把或者雷射，弹药使用近战，不仅能加50射速，还能加后坐力控制。最后一把是 PP 枪，PP 枪可以说是被削烂了，除了30公尺以内的腰射精准，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。还有，千万不要开镜瞄准，这是我的忠告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就自己来看一下吧。30公尺开镜后坐力居然跟 CSGO AK 的后坐力一模一样，我自己玩的都血压上来了。枪管推荐使用垂直后坐力，弹药使用制式配备。然后就是给4把枪做一个排名，这一次排名会稍微有些不同。MP9 直接跃升到上层，MP9、PBX、K30 都是值得使用的冲锋枪，而 PP 枪是真的不行了。冲锋需要火力压制的时候是可以用一用，不然的话使用的优先度会是最低的那一把枪。PBX 最高射速是可以达到850的，只比 MP9 低50，而且50公尺内开镜瞄准晃动非常小，十分适合新手先用 PBX 适应冲锋枪的玩法，熟悉之后再转用 MP9 或者 K30。特别注意的是 ，K30 在开镜扫射40公尺以上的目标，准星晃动会比 MP9 和 PBX 强烈。所以 K30不推荐开镜扫射，否则的话会有一点难操控。我个人会倾向使用 MP9，腰射和开镜互相搭配，完全不比 K30差。自己用起来的手感觉还不错，一场能杀40多人，所以3把枪里面 MP9 会是比较适合我的。不知道这4把枪里面哪一把适合你们呢？突击步枪。M5这把枪跟上一个版本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动。枪管推荐使用加长枪管或者垂直后坐力枪管，下挂式配件使用静止握把，弹药使用制式加长弹匣或者近战。然后 AK42因为调整了反冲值，所以后坐力再次得到了改善。枪管推荐使用加长枪管或者垂直后坐力枪管。下挂式配件使用静止握把或者移动握把，这就看个人的需求来选择握把。弹药选择制式加长弹匣。至于 SFA2，在更新后的第一天，40mm 反人员可以3发炸毁一辆坦克，2发炸毁伯特。但是我昨天玩的时候，感觉伤害好像被调整过了，
比第一天低了一点，所以这一把枪属于看情况使用。如果对面是喜欢用伯特冲进点内，那么你可以用反人员加 M5火箭来制裁伯特。枪管推荐使用水平后坐力枪管，弹药使用制式配备。然后就是给这3把枪做一个排名。M5A3、AK42依旧是值得使用的突击步枪，而 SFA2是要看情况使用。如果你讨厌对面用伯特或者泥头车充电，那么你就可以试试 SFA2的反人员来解心头之恨。不过这3把枪有一个注意的点，100公尺以上会出现伤害衰减，会有点影响自己的对枪，所以要尽量击杀80到90公尺以内的敌人。你们以为我会跳过 AC42吧？其实并不是。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打算测试 AC42，因为3连发真的是不好用。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信息，垂直枪管加静止握把，再加高倍的瞄具，最后再搭配单发点射。那个人说有手玩就行，本来我是嗤之以鼻的。然后昨天录素材的时候试了一下，发现原来小丑竟然是我自己。Allies moving on Alpha 1. Objective captured. Control Alpha 1. Objective captured.一局里面我杀了63个人，200公尺以内，只要手速够快，全部人都是渣渣。恭喜 AC42成为新一代的 T0枪支。虽然 AC42是很强，但由于蹲点这个行为有点毒瘤，本人不会推荐各位去玩，也不会推崇蹲点的文化。香呀！轻机枪 LCMG 和 PKP 调整了反冲值，现在有很多人使用，所以你练哪一把轻机枪都可以。但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使用 PKP， 因为射速会比 LCMG 快一点，单单这一点就足以碾压 LCMG。如果你被 PKP 打死的话，就一句话，打不过就加入吧，你会发现轻机枪的魅力。LCMG 的枪管推荐使用水平或者垂直后坐力枪管，因为2个枪管的感觉影响不算大，需要你们自己去试验。下挂式配件使用静止握把或者脚架，弹药使用近战，而 PKP 的枪管使用垂直后坐力枪管，弹药使用制式配备或者高威力加长型。然后就是给2把枪做一个排名。2把都是值得使用的轻机枪，但 PKP 在射速方面和伤害方面都比 LCMG 厉害，所以非常推荐各位去玩 PKP。每一个种类的枪支都有了排名，我认为暂时 PKP 和 AC42都是 T0枪，趁着 DICE 还没将这2把枪削弱之前，大家就赶紧的多玩一点。说不定在新年过后，这2把枪就被严重的削弱了。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会谈一下 0.3.1 版本的问题和下一个版本的更新改动。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。